好，开始了吗？开始了。之前6你说你连接到了阿卡西记录，好像说通过一个什么经历，这个能不能说一说？其实只能说是类似于阿卡西记录，不是叫阿卡西记录吧，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学了很多出体方面的知识，还有灵修方面的知识嘛。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刚接触这个东西，它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就是我的脑子它非常的灵光，你懂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欲望推动的，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唯物的人嘛，所以我对灵修的知识这种了解基本上就等于零，因为我从心里面可能觉得它就是一种不靠谱的知识，它就是一个非常没有逻辑的东西。但我现实就是根据我的体验，还有就是《梦空师》这本书的启发，它就让我觉得这个它跟科学其实没什么两样，它只是另外一套描述这个世界的体系，而且它也是可以实证的，它并不是说只是虚幻的故事，它是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这个修炼去印证每一个节点的，只是说它需要你付出很多的努力，它不是说你看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学会了，它是你要去实操的。当然我们学习科学知识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老师教给你一个知识点，你如果没有去实操，没有去体验它整个知识论证的过程的话，你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相信嘛，对不对？你自己可能如果对它不是那种偏信的话，可能你还不是很信服，你的印象也不会很深刻。对。然后后面呢，就是在这种学习刚启发的这种阶段，因为我对那个灵学的知识非常的渴求，这种渴求就导致我在那段时间就是没日没夜的就是去学这些东西，就在互联网上去搜各种资料，搜各种东西去学。就感觉就是精力非常饱满，就是每天可能就睡个1-2个小时，3-4个小时，然后这样持续了可能有1周，然后后面包括接近1个月的时间，就是每天都疯狂的学习这类的东西。同时我那个时候我还得要上课，还得要应付考试。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脑子可能就处于一个高速开发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我到了某一个顶峰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像不需要再学什么了。可能是这样说有点自大，但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我好像已经知道，我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对，很正常，就这种感觉，很正常。对，像你说就是顺其自然嘛，就是。对，就是你感觉到好像你以前因为就是你只学了一面的知识，然后你会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不解，你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困惑，然后你现在又把另外一半的知识给补齐了，可能没有完全补齐，但是主要的一些东西都已经搭建好了。对，然后当时你一下就通透了，你懂吧？整个人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疑惑了，你懂吗？我现在就是也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我的拼图，因为认识了你们嘛，然后聊得很多，然后我觉得我的拼图越来越完整，然后我的信仰啊、信念啊，就是变得越来越清晰，然后就是感觉越来越好，走在了路上的感觉，就是。对，像刚刚 Leo 他提到了说，我们不光是说要看它，还要动手，还要实操。能不能分享一些类似的简单的一些锻炼的方法？锻炼的方法啊，我觉得就是你的心灵提升的话，主要就是你要刻意练习嘛。就比如说你跟人相处，你就要提醒自己，你跟别人相处，你说话做事，你要三思而后行嘛，对吧？你要给自己建立这样一种刻意提醒的这种习惯。然后你有了这个习惯之后，你就会越来越好，你的这个跟人相处啊，或者说是做事啊，你就会一点一点的看到进步，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就是顽冥不化嘛，就总是走这种死胡同或者说是固执的这种方式去干一件事情。然后你现在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维度的，然后你做事呢
其实是可以从很多方向去考虑去入手的，就是你要意识到你做任何一件事，你要先搭建你的这种全局观，先去认识它的体系，然后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置，你在做怎样一件事情。对，你要把自己的框架给搭好，这是心理方面的东西。然后身体方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锻炼嘛，比如说练一些基础的这个气功啊，或者说八段锦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以前的话，我是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去信的一些东西嘛，包括像太极。后面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真的非常有用，就是只是它的入门确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它不像我们那个广播体操，可能你只需要跟着那些动作去动的话，你就算是做到位了。但是那个就不一样，那个包括像气功啊，或者说是八段锦之类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它要的是你的意念还有你的气是要跟这个动作去结合的，它的难度要高一点，但是同时呢，它就是对你的耐心要求的比较高。你就是你最开始去从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耐心一点，就是先把这些动作练到位，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去结合你的意识，结合你的这个气呢，最开始你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你的呼吸的这个空气，但其实它不是你的空气，它是类似于就是道家里面那个气体源流里面那个气字，就是一个无下面4个点那个气字。就是那是一种类似于以太能量的一种东西。就是你做到后面啊，就是如果你把你的意识、你的气、你的动作都做到位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能感觉到能量在你的身体里面流动。而且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身体状况会得到非常明显的提升。就比如说我每次打完一套八段锦，我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体非常的舒展，而且自己的这个气血嘛非常充足。然后比如说我的视野它会更加的清晰，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有近视眼的人嘛。我每次打完这一套八段锦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视力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包括我的身体的舒展情况也有很大的提升。就比如说我下腰这个动作，我平时下腰的话可能就只能下到小腿，可能就觉得很吃力了，很费劲了。但是你做完一套八段锦之后，你再去下腰，你可以很轻松的摸到地面，摸到你的整个脚掌。而且它是那种不吃力的摸到，就是没有感觉到很痛苦、很大的阻力。它就是你通过运你的气，运你的这个能量，让你的这个经脉之类东西它更加的疏通了，更加的舒畅了。像我们平时因为比如久坐呀，或者说是长期维持一个动作，可能就导致很多地方都堵塞了。你需要去练这些东西去疏通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健身的方法。当然你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我觉得就是你的心灵也会更好，你的身体也会更好。我因为每天就是那个面朝电脑背朝床单嘛，颈椎骨脖子后面的那个最凸出来的那一块那个颈椎啊，每天早上醒来就都疼啊。我感觉那个右肩膀可能是我那个控制鼠标每天都是同一个类似的动作。然后Kevin 呢，他因为要去剪辑有一些歌曲嘛，录一些音乐，然后他也有腰酸啊，这个也是可以通过练八段锦来恢复的，对吧？绝对可以。只是这个东西你练的时候要有耐心，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了，它跟我们平时做的那种广播体操是不一样的，它是你的身心灵要一点一点去结合，一点一点提升的。可能你需要练1个月，每天坚持可能才能看到效果。对，就跟读那个佛经一样，有时候可能是说你要读到100多遍、几百遍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提到了这个就是八段锦嘛，我还是想提一下我之前读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很古老的咒语，叫做药师灌顶真言啊，对，它很短，大概就30秒钟就可以读到。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是算上我总共有7位朋友，还有我外公、我老爸、外公他们腰扭了呀，然后这是生病啊、慢性病啊，然后流感啊、抑郁啊、炎症啊，然后我先说我自己吧，我一发烧的时候马上就去读，就把所有的手头的工作都停下来，我就去读药师灌顶真言，读了5分钟，真的是硬是把发烧给读好了，就是而且还不是1遍，3遍，有3遍的时间，因为你就首先一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震动的频率，那种能量，那种能量的气场，然后就会很舒服，就有那种就是头皮发麻，或者说那种就是叫怒发冲冠的感动啊，然后而且这个还不算，我后来不是听说国内的一些朋友啊，包括也有位葡萄牙的一位室友，然后他们生病了，后来我唯一能够帮助到他们的就是念经文回向，因为当时总共有7位朋友，我就许下宏愿，我要每天读749遍，大概10几分钟吧，然后我坚持了2个半月，最后很奇迹、很神奇的就是两个月之后，我去打电话，哇，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解，甚至说痊愈的。尤其是我外公，因为我很担心他嘛，他80岁腰扭了，然后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而且他不信，他对这些东西他是唯物主义，就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但是我不管的，我也不想去花费能量来说服你，我还不如把那个能量节约起来，我就去念咒语来回向给你。结果他都恢复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肯定不是说巧合对。但是你要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能量，那也不是说读1遍2遍你就能够马上有什么那种见证的，对，要有一个那个量变的过程。对，不过我后来慢慢的再去修嘛，我就发现其实就像Kevin 说的，是我们这个知识体系其实是说它是有很多缺失的拼图，它没有说信哪个教比哪个教更高级有优越感，其实大家都是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那个未知的爱或者智慧，或者说神，或者说佛，或者说叫元始天尊的，就朝着同一个那个零的那个方向前进，1的方向0的方向，对，然后就是要拥抱未知，因为真的是有很多东西不是说我把圣经给看了2遍，或者我把心经抄了3000遍之后我就是全知全能了，不是，还有很多东西Leo 他说的这个就是气功嘛，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以为只是读经或者说打坐，但是没想到还可以通过这种气功的练习，而且气它真的是可以存在的。我有一次在就是在爱尔兰，我扁桃体发炎特别严重，就是你要喝一口那个凉水，你都那个下咽的时候都感觉有就是很多针很多刺在那里刺痛着。那次也比较有意思嘛，我先去急诊科，喂，对，我一会儿挂了，不好意思。对，我接着说吧，我去了那个急诊科，然后护士说你把外套脱了，给你量血压，给你去量体温，然后我说等等，你告诉我这要多少钱？因为国外他急诊科很贵嘛，他说350欧元，那基本上抵得上我将近1个月的房租了。我说我马上对他说那我病好了。后来我在药店里面把我扁桃体去给一位药剂师嘛，去给他看，然后他就给我开了几盒那个胶囊。后来我就直接躺在床上，因为那个时候你什么食欲都没有，我就躺在床上去吞了2片那个胶囊，然后之后真的你就感觉到那个药物它从你的那个胃里面被消化，然后随着你的全身的血液循环被运送到你的病灶的扁桃体的地方，真的就是2-3个小时的时候，你是完全能够体会到它那个就是一点一点的消，一点一点的消。就是念那个药师灌顶真言的时候，其实也是会相当于不是说你要跟它对抗，跟那些病症跟癌细胞把你们都给赶尽杀绝。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用爱给它化解掉。我选择于你，我用爱来滋养你。然后你看所有的那些病灶，它都不是被切除的，而是说它自己慢慢的消退的，像我们被蚊子叮了一口，或者说其他的那些，真正它后来它自然而然的消肿止痛，然后就自己好。
就是人体这个怎么说，身心灵复合体吧，它其实挺复杂的。然后中医的那一套，能量啊、经络呀、穴位的，其实真的挺好用的。反正体验过的人可能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好用。然后我们学了这么多的相关的一些心灵的知识啊，一些唯心的东西。其实首先是肯定是建议大家有病还得是看西医啊、中医，该看病看病。然后但是说与此同时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小加持的一些方法，然后找一些心灵的一些辅助或者说帮助。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真的是有用，因为听过太多的那种说，比如说癌症治不好的呀，然后通过后来信佛念经之类的这种心灵的方式，然后痊愈了，就像奇迹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亲身经历或者是亲眼见到，可能真的很难去让人相信。所以这个走一路看一路吧，就是很多信念的这种建立，真的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会，或者是你的至亲好友他的亲身经历。就比如说像咱们这样，朋友之间你去聊天，然后通过别人讲述他的体验，补足了我们一些缺失的一些体验。但是我就会觉得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体验那个了，他已经体验过了，然后他现在告诉我了，那我就去相信他。这个等于我就等于这个理论我接受了，我不会说去我必须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体验一遍。那我觉得那样成长的速度就太慢了。因为我们看书其实也是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嘛，快速的变成自己的嘛。所以我的一个就是倡议，就是其实大家学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得保持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很谦逊的一个心理，然后去吸收其他人这些前者的经验吧，然后快速的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实践当中。当你真正像Neo这样体验到了那些出体的感受啊，那些奇异的世界的见闻之后，那可能有些东西不言而喻，也不需要你去就是说自证了，就自己已经明白了，这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但是很难因为我们都是很容易怀疑这个别人的这种思想吧，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社会的人，现代社会嘛，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包括网络信息这种大爆炸，就觉得你随便看到别人一句留言是很难去完全相信他的。所以说像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去直接可以去对话当事者，我觉得也是挺奇妙的一种感受。对，就是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你得更加聪明的去利用别人给你的这些资源嘛。对，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像在开普勒看了1000多颗星星之后，那个牛顿他推导出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在牛顿的肩膀上面推导出了相对论，然后霍金又在霍金又站在爱因斯坦的肩膀上推导出了量子力学，还有那个什么宇宙黑洞。对，所以就是不需要再重新再去给它推导出来，就直接先拿来用，然后再基于前人的经验再来推导下一个。像 Neo 他之前就为什么他会有那么的就是高的灵性，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他读了很多的书，而且不光是说数理化那种做题的书，反而是那种恰恰是那种看着好像没啥用的所谓的闲书，就是相当于每一本书都是经历一场不一样的人生吧。你想想写一本书，那作家他可能是花好几年甚至说几十年的他那个经历，他的那些宝贵的精华把它浓缩在一本小册子上了。好，然后我们就直接花几个月把它看完，然后再去看下一本，那不就相当于过了好几生几世嘛，对吧？他好像是先有一个奇特的经历之后，然后再去开始去疯狂的学习那些知识的吧，是这样一个顺序吧？只是平时也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只是说有了那个经历之后，在大学的时候开始疯狂的去学那些关于玄学啊，关于灵修，关于出体的一些知识。就是之前也学其他方面也学的挺多的，就是只是不是这方面而已。对，只是不是这方面而已。就我平时也挺喜欢看书的，喜欢看闲书，因为我觉得学校里面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已经够多了。天天都是刷题，然后做题这些东西，我很想就是
在书籍里面找到一个另外的天地嘛，找到心灵的寄托。对对，心灵的天地，就是他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然后自己去寻找了很多的这种可以满足他好奇心的这些知识。然后我觉得其实他的第一次的特殊体验，我觉得更可能就像是一种某种所谓的高灵啊，或者说圣灵的这种安排，就是去辅助他开启一扇新的一个世界的大门，然后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后面的东西自己就去补全了。我倒是觉得这一次的安排其实是有意而为之的，其实是有更高层次的力量在帮助您的，有可能吧。我有这样的感觉。对，而且其实你这个命运的大门，它这个机会其实一直都有，并不是说我们错过了啊，那就要来世再见了。不是，像一开始Leo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是5年前，然后我先看什么清醒梦，有点悬，但是那个时候我充满了对物质世界、对于学历、对于功名的那种欲望嘛。对。然后我就想，我那个时候还想劝他，哎呀，你好好考研究生啊，你搞这个虚头巴脑的干嘛？但是后来我在给他写信的时候，转念一想，我觉得你居然喜欢这个东西，那就发扬下去。但是后来慢慢的，我自己经历了5年的那些起起伏伏之后，我就意识到了，就是一切都是虚幻，只有这种灵性无限的爱才是永恒。因为只要是说对于学历，对于所谓成功，世俗意义上成功的这个渴望，它是永无止境的。攀登上了一座山峰，你还想攀登更大的山峰；你上了珠穆朗玛峰，你还想登上月球，你还想去火星。这个它是永远都是没有尽头的。而且你比较的对象永远都是会那些比你稍微高一点的人，你永远不会去看比你差的很多的那些人，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当你去比较的时候，你永远在看比你好的那部分人，就永远不会满足的。他所谓的那个好，也只是那一面的好，也许他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的难念的经嘛。对，他没跟外人说。就像我们去刷朋友圈，感觉都是旅游啊，然后去秀恩爱呀、晒宠物、晒娃啊，对吧？这东西我不可能说我被那个外企给裁了，啊，对吧？最光彩的一面都是对啊，不可能说我被裁员了，我把它发到朋友圈啊，我被裁了，我是 loser， 我是单身狗，所以你就会造成有一个错觉，就好像人家过得都比我好，但是其实你说好与不好，真的就是一个主观的状态，没有绝对的好。你要真的是欲望的话，那秦始皇统一了6国，他还想长生呢，他还想千世万世的传下去，这太贪婪了。而真正你要就灵性而言的话，这个宇宙就是我们造的，我们就是无限，我们和神是一体的，对。所以那你说这些物质上的这些追求，我把它当成一个游戏来玩，我就以这种心态，我知道它其实就是一场梦而已啊。然后但是我就像Leo说的嘛，我目前处于这一层级，我就做好这一个梦了，我做好这一个梦，然后在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去收集更多的爱，然后来播撒，来体验，感受到爱，来感受到这种真。对，就是还是要就是从自身出发嘛，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找准，然后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干什么找准，不要老是跟别人去比较，然后自己有进步，自己心里有收获就 OK 了。然后你包括你说的物质什么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参与这个游戏所必须的一种条件嘛，对不对？就比如说你没有钱吃饭的话，你不就饿死了吗？对不对？就是你也不能说是身体层面，我们还得是做一个正常人。对对，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去追求心灵方面的东西，但是你也要意识到，你追求心灵方面的东西，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就比如说，有的人他追求的是创办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的话，可能就是要很多的积蓄，很多的钱。对，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只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对不对？对，就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对对。因为上师在这个就是说书中嘛，也经常去提示我们说，不要因为学了这个或者学了那个，你就要搞得跟普通人不一样了。然后他们的建议还是说，你该干嘛干嘛，还是做一个正常人。
然后心灵层面的东西就交给心灵，然后你身体啊行为这方面还是要符合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状态，不能说搞得很奇怪，这个他们并不建议。对，哎，所以那你说你当时高中的时候出体之后，然后满血复活，那个记忆力感官特别的那个，那段时间对于你当时考试的成绩有没有什么影响？还是说它只是灵性上的，是跟那个世俗是分开的？我觉得可能就是精力更充沛了嘛，就是你可能学习更专注了，应该有一定的帮助吧。那你当时排名考试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提高？这个我倒没有特别的留意，可能有一些提高吧，就是我没有特别留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的名次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一些小的起伏。那就是至少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对，没有影响。哇，对，我就想说一段那个我最近的一个经历嘛，我认识有一位印度的姐姐，她也跟Kevin 同龄嘛，20多岁的时候在这边来读硕士，后来去工作，然后进了那种外企，拿了很高的工资，可惜呢，突然被公司裁员了。因为爱尔兰这边他那个你必须得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个2年，你才能够拿到永居。拿到永居之后呢，随便换工作做什么都没事儿。可惜呢，他就是在那个快到期的前3个月，然后裁员之后，那就会很麻烦，你要去换签证去找工作。他就是前段时间他跟我差不多2、3年没有联系嘛，然后这个时候找我，因为我有类似的经历，这个我后面可以做一系列的视频来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意义，你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吗？他对我说，他说如果是说没有这个挫折，他会有一种高傲感，就是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啊，我拿了这边名校的学历，我现在进了外企，拿高工资，挣欧元，然后又有了这边的那个永居。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是说，他说他慢慢的，他之前从来都不相信有那种高维度的存在，有神的存在，什么出体体验啊那些东西他都不相信。但是就是有了这个之后，他开始平视众生，就知道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而这个就这段心路历程像过山车一样，恰恰就是来收集爱，感受这些体验。因为如果是说太顺的话，那难道不觉得很无聊吗？对吧？他也给我推荐了有一本书叫《一位瑜伽士的自传》，他说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就是其实也是通的，跟太傻天书啊，跟这些出体，然后之前不是Leo说想更多的了解Kevin 的经历嘛，你就可以欢迎看我们那个播客，就是我们那个 YouTube 频道的那个系列，就觉醒的对话。我之前也完全不了解 Kevin， 我只是听。就是阿健他说Kevin 他有刘慈欣的大脑，是一个有刘慈欣大脑的，他就是一个外星人。后来跟他聊着，我觉得其实不需要知道过去的经历，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些东西都是游戏啊。对，然后对，但是我觉得现在也算是一种塑造个人角色的东西，然后去强调个体性和个性化的东西。因为我就是说很明白那些东西其实很虚幻，因为你再包装自己啊，再怎么样的，那我们本质上其实大家都是心灵在连接嘛，在交流嘛，对不对？你也看不见我，对啊，你也不知道我是1.8米还是1.9米还是200斤还是300斤，对吧？就大家其实当我们在语音沟通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彼此是非常平等的，然后又很这种坦诚的感觉，因为没有太多的角色感的加入。那如果说我们在现实上生活当中，那可能你看到我啊，我是双眼皮儿啊，他是什么样子啊，谁年轻啊，或者谁怎么样，就人会有产生很多的评判和这种分别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障碍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这种心灵的连接的。对，恰恰是这种分别的东西，让人和人之间变得有仇恨呐，有很多的负面呐，然后痛苦啊、烦恼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所以我在生活当中接触朋友啊或者聊天呐，那可能就是太分裂或者分离的，我就不会说特别感兴趣，或者只是迎合一下。但我真正想聊的，可能是咱们做这种节目当中聊的这种一些高层次的呀，所谓的爱呀，或者说一体啊、灵性啊，或者说佛学呀，这个就是我的兴趣点。所以说，我就光听你们说，我就觉得
就很高兴了，甚至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很不真实的感觉，我就觉得这是我的生活吗？怎么会有这样的话题，然后有人讲这么好的故事，我就觉得，哎呀，有点不真实，美好的不真实。我也觉得挺美好的，因为平时很少有这种机会可以交流嘛。对，就很珍惜这个机会，就觉得，对，而且这也不光是咱们仨，就是现在在听的这些观众，当然我知道。观众能够听到我们的时候，肯定已经是几个月，甚至说几年之后了，所以这也是从侧面来说明时间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我们这是时间之外的对话，它就是过去、未来、现在。我们的听众去听到我们这些谈话的时候，如果说他产生共鸣，其实也是某种层次的和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思想产生连接，就是有这种感觉。对，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一切都是虚幻，只有无限的爱才是永恒。对，这个是你这句话好难理解。我看你的视频每一个都有这个做结尾。好，谢谢，这是我通过就是也是看书学习的时候，对。推荐一本书吧，因为还有3分钟，我就是1分钟2分钟。我就是推荐，就是我们以后接下来要聊的吧，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告别娑婆》，因为我说的意思，其实这是我最珍爱的一本书啊，然后它会开启你可能是后面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方向啊。好了，非常感谢，我建议看一下啊，就是《告别娑婆》，这书我至少学习10几遍有了，这都非常宝贵的。对，记下了。我最珍藏的一个宝藏，推荐给你。我觉得你可能到这个很成熟的阶段了，应该是。谢谢，我一定看。对，就包括今天不是给我分享了一本那个《佛家梵歌》嘛，我就已经在看了，我觉得写的真好。哎，执行力太强了。这本书我拖了5年，我只是看了2页，对，然后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啊。然后就是前面不是说到了一些练习嘛，我就想分享一下太傻天书的，它有2个练习，好像很简单嘛。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呼吸的存在，然后当每一次吸进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这吸进的不光是空气，而是它整个天地宇宙之间的爱，美好的东西，而呼出的呢就是那些恐惧、忧虑、愤怒。怀疑那些负的能量，好，然后，因为只有呼吸的时候才是真正专注当下的，而过去与未来都是大脑想象出来的，那些塑造出来的。还有10秒。第2个的话，哇，那预知后事如何？第2个的话，那种练习方法我们下回。好的，好，感谢你感谢你，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